各位聽眾，過去呢個禮拜嘅美股依然係好似坐過山車咁刺激。我哋喺8月5號嘅 Patreon 文章度先提醒大家，8月從來唔係一個平靜嘅月份。點知話口未完，AMD 份財報明明唔差，但就因為唔夠驚喜，曾經俾市場掟到7個一皮。之後，我哋又喺8月7號 Patreon 文章深度剖析特朗普嘅關稅政策點樣可以反直覺咁由天大利淡變成對蘋果、台積電呢啲巨頭嘅超級大利好。結果呢，去到禮拜五，市場突然爆出一個重磅消息，美俄兩國可能傾掂數，準備搞停火協議。消息一出，再加上科技龍頭帶隊，納指直接衝上歷史新高。你睇下，蘋果又再大漲4.2%，特斯拉、Alphabet 都升超過2%，成個市場氣氛同禮拜初嗰種驚青樣，簡直係兩個世界。但係最矛盾、最混亂嘅，其實唔係股市，而係黃金市場。一個關於關稅嘅消息，搞到紐約期金同倫敦現貨金嘅差價一度拉開到超過100蚊美金，係前所未見嘅混亂。所以今日我哋要解開嘅核心謎團就係，眼前呢個由龍頭股帶動嘅升市，究竟係最後狂歡，定係好似 Fundstrat 嘅 Tom Lee 預言咁，標普500將係8月突破6600點。面對一個咁分裂嘅市場，我哋作為投資者，究竟應該係趁熱鬧追上去，定係保持警惕，揸多啲現金？今日我會同大家一齊拆解。好，喺我哋深入分析之前，照舊要循例講返句免責聲明。本集所有內容都係個人嘅觀察同分析，只作教育同資訊分享用途，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或者諮詢專業人士嘅意見。另外，富途牛牛8月而家有一個超划算嘅新戶優惠，最高直接送你1800蚊獎賞。你可以選比特幣、超市禮券，甚至特斯拉股票，只要存入指定資金就能夠攞到。而且你用我嘅專屬邀請碼 KSBY 去開戶，仲會再加碼送你200蚊現金券。開戶流程亦都超簡單，下載 App 進入活動中心，輸入 KSBY 呢個兌換碼，按步驟完成開戶同存款，獎勵就到手。有興趣嘅朋友，資訊我都擺喺下方資訊欄，有詳細活動連結同教學圖解。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CLS 即係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接落嚟，我哋首先要搞清楚點解喺經濟數據明明麻麻地嘅情況下，個市仲可以升得咁開心。其實個答案好簡單，就係我哋喺8月5號嘅 Patreon 文章講過嘅邏輯，壞消息就係好消息。你睇翻前一個禮拜五8月1日公布嘅7月非農就業數據，新增得嗰7.3萬，係疫情後最差嘅紀錄。之後公布嘅 ISM 服務業指數又係貼住50嘅榮枯線，弱到冇朋友。呢啲數據擺明就係經濟放緩嘅警號，但市場點解讀啦？佢哋唔係睇經濟有幾差，而係睇聯儲局有幾大機會減息。數據越差，市場就越覺得聯儲局喺9月減息嘅機會就越大，甚至有分析已經將機率推高到80%以上。再加上禮拜五突然傳出美俄可能停火嘅消息，呢個係一個地緣政治上嘅重大利好，可以即時舒緩市場嘅避險情緒。所以你見到個市係食住減息預期同埋和平憧憬呢兩個利好頭條夾硬貼上去。簡單嚟講，而家個市場嘅核心驅動力唔係企業盈利有幾靚仔，亦唔係經濟增長有幾強勁，而係對寬鬆流動性嘅無限渴求。呢個就係目前個大局。但係呢個市真係咁健康？我個人觀察到一個相對異常，甚至可以話係分化嘅現象。睇返喺8月6號嘅 Patreon 文章入邊，我哋引用過嗰張德銀嘅圖表。呢張圖好關鍵，佢話俾我哋知 discretionary investors， 即係好似你同我呢啲會做分析、靠主觀判斷嘅基金經理，佢哋嘅股票倉位其實好低，得30%左右，非常保守。但另一邊，代表追蹤趨勢嘅電腦程式，即係系統性策略 （systematic strategies），佢哋嘅倉位已經飆到去84%嘅極高水平。呢個分歧極度巨大，意味住近期嘅升市好大程度係由電腦程式嘅追價盤所驅動。呢啲程式唔會理基本面，只要趨勢向上，佢哋就會機械式咁買入。不過，根據美國銀行引述 EPFR 嘅數據，截至8月6號，全球股票基金其實係走資417億美金，當中淨係美股基金就贖回咗277億。雖然報告話係受英國基金嘅異常活動影響，但係同時有成1067億美金湧咗入去貨幣市場基金，係今年1月以嚟最多。呢個說明咗啲乜？即係話好多人腦基金經理其實係一邊減持股票，一邊將錢拍入去好似現金嘅貨幣市場避險。佢哋根本唔信呢個升市，
所以而家個局面就好似一個唔穩定嘅結構，一邊係電腦程式瘋狂追價，另一邊係人類基金經理謹慎離場。一旦市場趨勢因為某個消息逆轉，嗰啲高槓桿嘅電腦程式就會引發連鎖式嘅止蝕賣盤，到時個跌幅可能會被劇烈放大。呢個就係我認為目前市場最脆弱、最危險嘅地方。咁面對一個咁矛盾又脆弱嘅市場，我嘅做法係點？老實講，而家個市好難玩，風險極高。一方面 AI 嘅結構性增長故事好吸引，另一方面宏觀經濟嘅烏雲同市場結構嘅脆弱性又好得人驚，所以我嘅策略會非常講求平衡同紀律性。第一，核心倉位我依然會揸實嗰啲真正嘅結構性贏家，就係我哋喺之前報告反覆強調嘅主題 AI 投資已經取代個人消費，成為拉動美國經濟嘅最主要動力。好似 NVIDIA、微軟，甚至係食正關稅豁免嘅蘋果同台積電，呢啲公司唔係單純炒概念，而係有實實在在嘅數據同護城河支持。Palantir 份財報都證明咗，喺宏觀迷霧中，資金依然會追逐呢類高增長嘅確定性。第二，合理嘅現金管理。既然見到人腦同電腦嘅倉位分歧咁大，我就唔會喺呢個時候 all in，將部分資金拍喺短期國債或者貨幣市場基金，袋住啲利息之餘，最重要係手揸子彈。萬一市場真係因為電腦程式洗倉而出現急跌，就係有準備嘅投資者入場執平貨嘅黃金機會。第三，我會緊盯住一個最關鍵嘅指標，美國2年期國債收益率。呢個係我喺8月5號 Patreon 文章提過嘅，佢最直接反映市場對聯儲局減息嘅預期。前個禮拜五，非農數據差，佢就大跌，反映市場投咗減息信任票。只要佢嘅下跌趨勢不變，科技股嘅派對就仲可以繼續。但如果佢掉頭回升，就係一個非常危險嘅警號。總結嚟講，核心揸實 AI 龍頭，同時保留充足嘅現金，雙眼緊盯2年期債息。如果我哋再睇闊啲，掃描一下整個市場嘅內部情況，你會發現個市嘅分化情況越嚟越嚴重，呈現一個典型嘅 K 型走勢。K 型嘅上半部係強勢股、質優科技股、AI 同半導體龍頭，唔使多講，蘋果、NVIDIA、台積電就係最好例子。特朗普嘅關稅政策意外地幫佢哋清除咗競爭對手，訂單只會更加集中。其餘嘅個別績優股，好似旅遊網站 Expedia， 因為調高全年收入預測，股價就炒高4.1%。呢個證明，就算唔係 AI 股，只要你交到功課，市場一樣會獎勵你。A 型嘅下半部係弱勢股，業績不似預期，唔使多講，就好似 Pinterest 因為盈利同用戶增長唔掂，股價就插水超過10%。Under Armour 仲慘，預警今季收入盈利都差過預期，股價暴跌近18%。不過其實唔夠好都死，最好嘅例子就係 AMD。佢第二季營收76.9億，其實係好過預期嘅74.3億。第三季財測仲要高過預期，但係 EPS 只係同預期打個平手，市場就已經唔收貨。周三股價就一度大跌。呢個就係我講嘅，係一個極度樂觀嘅市場，冇驚喜本身就係最大嘅利空。所以大家要明白，而家已經唔係水漲船高，亂買都升嘅時候。市場正係用放大鏡去審視每一份財報，揀錯股嘅後果會非常嚴重。最後，我要同大家深入拆解嘅就係呢一個禮拜搞到滿城風雨嘅黃金關稅之亂，成件事真係好戲劇性。首先係英國金融時報爆料，話美國海關喺7月底嘅一份仲裁信入邊，將進口美國嘅1公斤同100安士金條歸類為要徵稅嘅類別。呢個消息一出，即刻引爆市場。點解？因為呢兩種規格嘅金條，正正係紐約商品交易所黃金期貨合約嘅交易標準，而 COMEX 嘅期貨係需要有實物黃金庫存支持㗎。你對進口金條徵稅，咪即係直接增加咗 COMEX 嘅交易成本。結果紐約期金價格一度抽升到每安士3534蚊嘅歷史新高，罕有地比倫敦現貨金價高出超過100蚊美金。呢個巨大嘅日價反映市場極度混亂，因為啲交易員驚第日要補實物嘅時候要硬食關稅，所以就湧入去搶期貨。有瑞士嘅黃金精煉廠甚至即時暫停出貨去美國。有分析師警告，呢個舉動可能會動搖紐約作為全球最大黃金期貨市場嘅地位。但係最諷刺嘅係，搞到咁大鑊之後，白宮又走出嚟話會發佈新嘅行政命令，澄清進口金條唔應該被徵收關稅。成件事完美演繹咗特朗普政府政策嘅不可預測性。佢可以隨時推翻行業幾十年嘅慣例，製造混亂，然後又可能因為市場反應太大而縮沙。對投資者嚟講，呢一個主題話俾我哋知，未來幾年由政策引發嘅黑天鵝事件可能會成為常態，尤其係特朗普嘅關稅大棒，今日可以打半導體，聽日可以打黃金，後日打乜冇人知。呢個係一個必須計入模型嘅宏觀風險。好，總結一下今日嘅內容。
而家嘅市場正處於一個極度矛盾嘅十字路口。一方面有減息預期同 AI 革命呢兩大引擎推動住科技龍頭股不斷創新高，但另一方面我哋又面對住經濟數據疲弱、歷史上最差嘅季節性因素、人腦同電腦嘅倉位極端分歧，同埋好似黃金關稅呢啲突如其來嘅政策風險。市場嘅脆弱性係顯而易見嘅，未來一個禮拜將會更加關鍵。美國將會公布 CPI、PPI 同埋零售銷售呢啲恐怖數據，呢啲數據將會直接影響市場對通脹同減息嘅判斷，好大機會會引發新一輪嘅劇烈波動。如果你想知道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